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文，是江西上饶人，今年28岁；男主角叫阿志，是台北人，今年31岁。他们是在上海工作时认识的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小文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，说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。在他8岁那年，母亲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，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。那时候我每天都要照顾弟弟，还要做家务，爸爸一个人在外面干活养家，根本没时间照顾我们。小文曾经这样跟我诉说他的童年。小文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，所以即使家务再多，他也从来不耽误学习。每天晚上村里的电都断了，他就点着煤油灯，一边照顾弟弟，一边看书学习。我记得那时候家里穷，连买本子的钱都没有，我就把作业写在村里小卖部给的旧报纸上，有时候连笔都是借的。小文眼眶湿润地说，小文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然后又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他顺利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，年薪超过了30万。而阿志呢，他是台北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，家里做小生意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衣食无忧。阿志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大学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，拿到了硕士学位，之后被派到上海工作。两人是在一次公司联谊活动中认识的。阿志被小文的聪明和坚强所吸引，而小文则被阿志的绅士和体贴所打动。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，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。交往1年后，阿志向小文求婚了，小文欣然接受。就在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，文化差异开始显现出来。首先是彩礼问题，在大陆，尤其是小文的家乡江西，彩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，而在台湾，虽然也有聘金的习俗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高，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。小文的父亲提出了彩礼要88万人民币，这个数字把阿志吓了一跳。什么？88万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在台湾，我们最多给个几万台币的聘金，主要是表示心意，哪有这么多的？阿志震惊地对小文说。小文也很为难，他知道在自己的家乡，彩礼是一个门面问题，如果太低了，不仅会被亲戚邻居笑话，还会显得女方不值钱。但他也明白阿志的困惑。阿志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但在江西，特别是我们乡下，彩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爸爸不是为了钱，他只是不想让我在乡亲们面前丢脸。小文试图解释，但阿志还是无法理解，在他的观念里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不需要这么多的物质条件。小文，我爱你，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，我父母也不会同意的。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的是2个人能否好好相处，而不是这些形式上的东西。阿志坚定地说。小文很纠结，他理解阿志，但也不想让父亲失望。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吵了好几次架，最后小文决定回家和父亲好好谈谈。回到江西老家，小文看到了久违的父亲和弟弟。父亲已经老了很多，头发花白，脸上的皱纹也更甚了。爸，我和阿志真的很相爱，但是彩礼的事情让我们很为难。在台湾，他们的习俗不一样，不太注重这个。小文坐在父亲旁边，轻声说道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闺女，不是爸爸要为难你，但是在咱们这里，彩礼就是一个女孩子的身价。如果你的彩礼太低，别人会说闲话，会觉得你不值钱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咱们家的条件不好，你弟弟还在读大学。爸爸希望能通过你的彩礼，给你弟弟多存点学费和将来的彩礼钱。小文听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他明白父亲的苦心，但也知道如果坚持要这么高的彩礼，阿志可能会放弃这段关系。爸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是阿志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不想失去他。而且在台湾，他们家庭也是很有面子的，只是风俗不一样而已。小文哽咽着说。父亲看着女儿泪流满面的样子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想起了女儿这些年的不容易，从小失去母亲，独自照顾弟弟，
还要努力学习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闺女，爸爸不想让你难过，这样吧，咱们降到66万，不能更低了。你回去跟那个台湾小伙子说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这点钱应该不是问题。父亲最终妥协了一些，小文感激地抱住了父亲，他知道父亲已经让步了很多。回到上海后，小文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阿志。阿志听了，并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陷入了沉思。小文，我明白你父亲的难处，但66万对我来说还是太多了。我的积蓄加上父母能给我的援助，最多也就30万人民币。而且在台湾，我们结婚还有很多其他的开销，比如婚宴、蜜月、旅行等等。阿志诚恳地说。小文也很理解阿志的难处。在台湾，结婚确实更注重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的生活规划，而不是这些物质条件。两人再次陷入了僵局。就在这时，小文想到了一个主意。阿志，这样吧，我自己出一部分彩礼。我这些年工作也存了一些钱，可以拿出30万来补贴彩礼。你出30万，我出36万，这样就凑够66万了。小文提议道。阿志听了，心里很感动，但也很愧疚。这怎么行？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，怎么能让你自己出钱呢？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小文笑了。阿志，在我看来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不管谁出钱，最终都是我们共同的财产。而且我相信，我们结婚后，你会用你的爱和关怀来回报我的。阿志被小文的真诚和理解所感动，他紧紧地抱住小文。谢谢你，小文，你真的很懂事，但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太好，让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就这样，彩礼的问题暂时搁置了下来，但阿志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。几天后，阿志突然对小文说，小文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你家乡看看，亲自跟你父亲谈谈。我想了解你的家乡文化，也想让你的父亲更了解我。小文听了，既惊讶又感动。你真的愿意去我家乡？那里条件很艰苦的，和台北完全不一样。阿志坚定地点了点头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去任何地方。而且我真的很想了解你成长的环境，了解你的家人。就这样，阿志和小文踏上了去江西老家的旅程。到了小文的家乡，阿志确实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小文的家是一栋简陋的农村平房，院子里养着几只鸡、一头老黄牛，还有几畦蔬菜。房子虽然很整洁，但明显已经很旧了，墙壁上有些裂缝，家具也很简单。小文的父亲和弟弟热情地招待了他们。饭桌上，父亲特意做了几道当地的特色菜，还拿出了珍藏已久的老酒。饭后，小文的父亲把阿志叫到一边，两人单独谈了很久。晚上，阿志和小文躺在床上，阿志久久不能入睡。小文，今天我和你父亲谈了很多，我终于明白了彩礼对你家的重要性。看到你家的环境，我也更理解你这些年的不容易了。阿志轻声说道。小文听了，眼眶湿润了。阿志，谢谢你的理解。其实我知道，相比起台北，我家真的很简陋。阿志握住小文的手。小文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在乎你的家庭条件。而且通过这次见面，我更尊敬你的父亲了。他一个人把你和你弟弟拉扯大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小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他知道阿志是真心爱他的。第二天，阿志主动向小文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。叔叔，我理解彩礼在你们这里的重要性。这样吧，我目前能凑出30万人民币的彩礼，但我承诺，在结婚后的5年内，我会分期支付剩下的36万，而且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小文，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小文的父亲听了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，他拍了拍阿志的肩膀，好小伙，我看得出你是真心爱我闺女的，彩礼的事你不用太担心，只要你真心对小文好，其他的都好说。就这样，彩礼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。阿志给了30万的彩礼，并承诺在未来5年内支付剩余的36万。但这只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文化差异问题。接下来，他们还要面对婚礼形式、家庭观念等各种挑战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相信，只要彼此真心相爱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很好奇阿志和小文的婚礼最后是怎样的呢？是按照台湾的习俗，还是按照大陆的传统呢？他们最终是在哪里定居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为大家揭晓。
让我们继续这个关于台湾男生和大陆女生相恋的故事吧。上次我们讲到，阿志和小文终于解决了彩礼的问题。阿志给了30万的彩礼，并承诺在未来5年内支付剩余的36万。但是他们的挑战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从江西回来后，阿志开始认真考虑婚礼的事情。在台湾，婚礼通常会在酒店举行，宴请亲朋好友，整个过程比较简单。但是在大陆，特别是在江西这样的传统地区，婚礼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，有很多讲究。小文，我们的婚礼打算怎么办？是在台北还是在江西？阿志问道。小文想了想，说，我觉得可以两地都办，先在江西办一场传统的婚礼，然后再去台北办一场，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。阿志点了点头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2场婚礼的费用会很高，而且安排起来也很复杂，不如我们先在江西办一场，然后等我们去台北定居后，再办一场简单的家庭聚会，只邀请最亲近的亲友参加。小文同意了阿志的提议，他们决定先在江西办一场传统的婚礼。但是当他们开始筹备婚礼的时候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。在江西，结婚当天有很多传统习俗，比如闹洞房、敬茶、认亲等等，这些在台湾都没有，或者形式不同。阿志，我们那边结婚当天，新郎要去新娘家接亲，中间会有很多关卡，需要新郎和伴郎团一起闯关，比如回答问题、表演节目等等，通过后才能接到新娘。小文解释道。阿志听了，眉头微皱，这听起来有点复杂，我担心我的普通话不太好，万一闯关的时候回答不上来问题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小文笑了，没关系，我会提前告诉我的姐妹们，不要出太难的题目，而且你可以带几个会说中文的台湾朋友一起去，他们可以帮你应对。阿志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些担心。婚礼前1个月，小文和阿志再次回到了江西老家，准备婚礼的各种事宜。在农村，结婚是一件大事，全村人都会来帮忙。小文的姑姑、婶婶们帮忙准备嫁妆，叔叔、伯伯们帮忙布置新房，小孩子们则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热闹非凡。阿志被这样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。在台湾，结婚主要是新人和家人的事，亲戚们最多只是参加婚礼，很少会像这样全程参与准备工作。他感觉到了一种浓浓的人情味，这是他在台北从未体验过的。小文，你们这里的人真热情，大家都来帮忙，真的很感动。阿志由衷地说。小文笑了，这就是农村的好处，大家都很团结。虽然物质条件比不上城市，但人情味很浓。婚礼前1天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新娘要和闺蜜们一起度过一个哭嫁夜，这是一种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方式，也是对即将离开的娘家的不舍。晚上，小文的几个闺蜜陪着她，一起唱起了当地的传统哭嫁歌，歌词虽然悲伤，但却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。我从小没了妈妈，是爸爸一个人把我养大，今天要离开他，心里真的很不舍。小文边唱边流泪，闺蜜们也都红了眼眶，大家抱在一起，诉说着对过去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待。阿志住在村里的一家简易旅馆里，听着远处传来的哭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在台湾，结婚是一件喜庆的事，新娘不会这样哭嫁，但他理解这是当地的习俗，也是小文表达感情的方式。终于，婚礼的大日子到来了。一大早，阿志就带着他的伴郎团来到了小文家。按照当地习俗，新郎必须闯过新娘的姐妹们设置的各种关卡，才能接到新娘。第一关，请新郎背出新娘的生日、血型、星座、喜欢的颜色和食物。一个小文的闺蜜大声宣布，阿志镇定地回答了所有问题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第二关，请新郎吃下这碗我们特制的爱情面条。另一个闺蜜端出一碗看起来非常辣的面条，阿志虽然不太能吃辣，但他还是勇敢地吃下了整碗面条，引得围观的村民们哈哈大笑。第三关，请新郎向我们展示你的诚意。闺蜜们异口同声地说。阿志知道这是在要红包。在大陆，结婚时新郎要给新娘的姐妹们发红包，这是一种闯关的过路费。阿志早有准备，他拿出了准备好的红包，递给了闺蜜们。闺蜜们打开一看，每个红包里有2000元，她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哇，台湾女婿真大方，闯过了所有的关卡，阿志终于见到了穿着红色嫁衣的小文。小文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传统的中式嫁衣，美丽动人。小文，你今天真美，阿志感动地说。小文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按照当地习俗，新郎要背着新娘出门，然后坐上装饰着鲜花的婚车去举行婚礼。阿志虽然体力不是很好，但他还是坚持背着小文走出了家门，赢得了村民们的阵阵喝彩。婚礼在村里的大礼堂举行，礼堂里摆满了桌椅，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参加了婚礼。台上挂着新婚快乐的大红横幅，四周装饰着红色的气球和花束，整个礼堂喜气洋洋。婚礼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进行，首先是拜天地，新人向天地叩首，然后是敬茶，新人向长辈敬茶，最后是认亲，新人向亲友敬酒。整个过程中，阿志都表现得非常得体，虽然有些地方不太熟悉，但他都尽力配合。他甚至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向小文的父亲敬了酒，说了一段感人的话，感谢他养育了如此优秀的女儿，并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小文。婚宴上，村民们都很热情，不停地向新人敬酒，祝福他们。台湾来的亲友们虽然对这样的婚礼形式有些不适应，但也都被现场的热闹氛围所感染，玩得很开心。婚宴结束后，按照当地习俗，新人要回到新房，等待亲友们来闹洞房。这是一个让新人感到害羞但又充满欢乐的环节。闹洞房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有的要求新人玩游戏，有的要求新人表演节目，有的甚至会让新人当场接吻。阿志虽然有些害羞，但他都尽力配合，赢得了亲友们的好感。当天晚上，小文的闺蜜们特意给新人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他们在新房的床上撒了一层花瓣，在墙上挂了一串串红色的灯笼，还在窗台上放了几盏香薰蜡烛，整个房间浪漫而温馨。小文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虽然有些习俗我不太熟悉，但我感受到了你们这里的热情和真诚。躺在床上，阿志真诚地说。小文依偎在阿志怀里，幸福地说，谢谢你理解我们的习俗。我知道有些地方可能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你都很配合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阿志轻轻抚摸着小文的头发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我们需要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。小文点了点头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几天后，阿志和小文回到了上海，准备前往台北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在台湾，结婚登记相对简单，只需要双方的身份证明和结婚申请书即可。但由于小文是大陆居民，还需要办理一些额外的手续。阿志，我听说在台湾，我需要先办理大陆配偶来台证，才能去台湾和你一起生活，是这样吗？小文问道。阿志点了点头，是的，这是必要的手续，但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处理的。先办理依亲居留，住满4年后，你就可以申请台湾身份证了。小文有些担心，这么说，我要等4年才能成为台湾居民，那在这期间，我能在台湾工作吗？阿志解释道，可以的，只要你有依亲居留，就可以在台湾工作。而且，如果你在台湾生育了子女，可以提前申请身份证。小文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我担心在台湾找不到工作，成为你的负担。阿志笑了，傻瓜，你怎么会是我的负担呢？你这么优秀，在台湾肯定能找到好工作，而且我们是夫妻，相互扶持是应该的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志开始了办理各种手续的漫长过程。由于两岸的政策和法规不同，办理这些手续并不容易，他们经常需要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之间。终于，在结婚半年后，小文拿到了大陆配偶来台证，可以去台湾与阿志团聚了。到了台北，小文才真正感受到了台湾和大陆的不同。虽然同样使用中文，但台湾的生活方式、文化习惯和价值观与大陆还是有很大差异。比如，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环保和秩序，垃圾分类非常严格。在饮食上，台湾的口味偏甜，而小文习惯了江西的辣味。在社交方面，台湾人的表达方式更含蓄，而小文则比较直接。小文尽力适应着这些差异，但还是难免感到不适应。幸好，阿志和他的家人都很理解小文，尽量帮助他融入台湾的生活。小文，我带你去士林夜市尝尝台湾的小吃吧，阿志提议道。
小文欣然同意，他很喜欢探索新的美食。在士林夜市，阿志带小文尝了很多台湾特色小吃，如蚵仔煎、臭豆腐、珍珠奶茶等等。虽然口味和大陆有些不同，但小文还是很享受这些美食。阿志，台湾的小吃真的很好吃，特别是这个珍珠奶茶，比我在上海喝的还要好喝。小文开心地说。阿志笑了，那是当然，珍珠奶茶可是台湾的发明呢。除了美食，阿志还带小文去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如台北101、故宫博物院、西门町等等。小文对台北的印象越来越好，他发现台北虽然不如上海繁华，但更加宜居，空气质量好，交通便利，人们也很友善。阿志，我越来越喜欢台北了，这里虽然不如上海繁华，但更有人情味，生活也更加轻松。小文真诚地说。阿志开心地笑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台北的，等你完全适应后，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里买房定居了。小文点了点头，虽然他还有些不适应，但他相信只要有阿志在身边，他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不知不觉中，小文已经在台北生活了半年，他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方式，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市场经理，负责大陆市场的开拓。小文，你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。阿志佩服地说。小文笑了，还好啦，主要是我之前在上海有类似的工作经验，再加上我同时了解大陆和台湾的市场，所以很受公司青睐。阿志为小文感到骄傲，他知道小文的成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，失去母亲，独自照顾弟弟，这些经历造就了小文坚强独立的性格，也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稳重。小文，我们都有工作了，是不是该考虑办一场台式婚礼了？有一天晚上，阿志突然提议道。小文眼睛一亮，当然好啊，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台湾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。在台湾，婚礼通常会在酒店举行，仪式相对简单，但也很有特色。阿志的父母非常热情地参与了婚礼的筹备工作，甚至提出要负担全部费用。阿姨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们自己有工作，可以承担婚礼的费用。小文婉拒道。阿志的母亲笑着说，傻孩子，在台湾，婚礼通常是由男方家庭负责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在江西已经花了不少钱，这次就让我们来负责吧。小文感动地点了点头，他发现台湾的婚俗虽然和大陆不同，但同样充满了人情味。婚礼定在了阿志和小文相识2周年的那一天，地点选在了台北一家5星级酒店。婚礼的主题是两岸一家亲，象征着两地文化的融合。婚礼当天，小文穿着一件洁白的婚纱，阿志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。与江西的传统婚礼不同，台湾的婚礼更加西式化，但也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元素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。主持人宣布道。阿志和小文手捧茶杯，先向阿志的父母敬茶，然后是小文远道而来的父亲。这一刻，两家人仿佛真的成为了一家人，气氛温馨而感人。爸，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之恩。虽然我现在要在台湾生活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是您的女儿。小文含着泪水对父亲说。小文的父亲激动地拍了拍女儿的手，好孩子，爸爸只希望你幸福。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爸爸就放心了。婚宴上，阿志特意安排了一些江西的特色菜肴，让小文的父亲和弟弟感受到了家的味道。台湾的亲友们也很好奇这些菜肴，纷纷尝试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没想到江西菜这么好吃，特别是这个剁椒鱼头，又麻又辣，太合我口味了。阿志的一个朋友兴奋地说。小文笑了，那下次我亲自给你们做地道的江西口味。婚宴结束后，阿志和小文站在酒店门口送别每一位宾客，看着亲友们脸上的笑容，小文心里满是幸福。阿志，谢谢你为我准备了这么美好的婚礼，虽然和江西的不一样，但同样让我感到温暖和幸福。小文握着阿志的手说。阿志深情地看着小文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婚姻的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决定共度一生。形式可以不同，但爱是不变的。小文点了点头，他懂得阿志的意思。婚后，小文和阿志在台北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
虽然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，但他们都尊重对方的习惯和传统，在生活中取长补短。比如，小文会在过年的时候包饺子，教阿志贴春联，而阿志则会带小文去参加台湾特有的中元节活动，一起放水灯。两人的生活中既有大陆的传统，也有台湾的特色，丰富而有趣。小文，我最近在想，要不要开一家江西菜馆？台北虽然有很多中式餐厅，但很少有正宗的江西菜。一天，阿志突然提议道。小文惊讶地看着阿志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阿志点了点头，当然是认真的。我看你经常想念家乡的味道，而且台北的朋友们也很喜欢你做的江西菜。我们可以开一家小店，就叫小文的厨房，专门做江西家常菜。小文被阿志的想法打动了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我可以教你和店里的厨师正宗的江西菜做法，让更多台湾人尝到地道的江西美食。就这样，阿志和小文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。他们在台北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商业区租了一个小店面，装修成了一家温馨的江西菜馆。开业那天，阿志特意邀请了很多朋友来捧场，小文的父亲和弟弟也专程从江西赶来，带来了很多在台湾难以买到的江西特产作为食材。哇，这个剁椒鱼头太好吃了，麻辣可口，回味无穷。这个瓦罐汤也很赞，汤底浓郁，肉质鲜嫩，客人们的赞美声不断。小文和阿志忙得不亦乐乎，但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阿志，谢谢你支持我的梦想。在忙碌的间隙，小文感激地对阿志说。阿志笑了，这也是我的梦想啊，看到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小文的父亲看着女儿幸福的样子，心里也很安慰。他原本担心女儿嫁到台湾会不适应，但现在看来，女儿不仅适应得很好，还找到了自己的事业。闺女，爸爸真为你骄傲，你不仅找到了一个好丈夫，还在台湾创业成功，把江西的美食文化带到了台湾。小文的父亲欣慰地说。小文感动地抱住了父亲，爸，这一切都要感谢您的培养，是您教导我要独立，要坚强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